大家好，我是小狼啊。最近发生了一个很重磅的事情啊，那就是美国收割世界的时间啊，终于定下来了。根据12月美国的非农数据显示啊，非农就业人口是19.9万人啊，看上去很多，但是市场给出的预期啊是新增40万啊，所以非农数据是大幅不及预期的。但是失业率方面呢，美国却还表现不错啊。美国12月份的失业率是3.9%，好于市场预期。而薪资方面则因为通胀的原因啊，持续在上升。那从失业率方面看呢，美国的就业数据啊，其实已经达到了美联储心中啊那种充分就业标准啊。但是美国目前高企的这个通胀问题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啊，所以美联储的政策重心就会向控制通胀进行偏移。如何控制通胀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坚定加息信念啊，确定加息时间啊。美国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啊，今年3月份会进行第一次加息，那后面则按照每个季度加息一次的这样子频率进行执行。除此之外，德意志和花旗银行的大佬也做出了相同的预测啊，可以说90%的华尔街大佬都认为美国在今年3月份加息几乎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那么有个人会问了为什么说美国加息了就是在收割全世界呢？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利率周期会有一个波动周期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潮涨潮落的潮水一样。那我们先来看潮落，潮落就像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规模降息来刺激经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刺激方法呢？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通过这样子的大量印制美钞然后把这些资金流入到美国的市场中推动企业投资还有就业缓解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但是呢，在美联储印钞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资金就会流出美国涌向全世界毕竟这个资本流动的话是比较自由的嘛。那钱到了这些国家呢，包括中国之后呢，就开始大肆的买这些钱用来买股票买证券买大宗商品买矿产总之是有什么买什么买的多了呢资产价格就像股票一样你买的多了它就会暴涨。所以你看美股这2年不断创下新高就是因为美国的降息和量化宽松导致的。有的人问，那为什么 A 股不涨呢？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学美国这样子印大量的钞票我们反而会控制这个市场上的流动性泛滥，所以 A 股是不会因此而进行大涨。注意的是，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美国印钱其实是不要成本的，它只需要用美元信誉来作为担保的所以美国放水其实就是用纸来购买其他国家的一些珍贵资产。去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创下新高，就是因为美国在用自己几乎没有成本的美元来购买中国出口的商品。那这对中国呢既是好事比如说可以促进就业出口了，但它也是一件坏事因为美国购买中国货物的这个成本非常的低所以对美国来说大肆的购买中国的商品其实肯定是一件好事。刚刚说的就是美联储降息带来的一个潮落最近2年整个世界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潮起是什么呢？如果从3月份开始加息其实就是一个潮水的潮起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之后呢，它的影响其实和刚刚说的这个降息是相反的美国加息之后，世界各国的资金就会抛售资产回流到美国，这个过程中就会伴随着这个抛售股票、土地等各种各样的资产有的国家之前就涌入了大量的美元这些美元购买国内资产，推高了资产价格但是当美元一旦流出这些国家，那么土地、股市等那么包括房地产金融市场等就会从高位开始暴跌甚至直接拖垮一个国家的经济这就是我们说的美国收割世界的镰刀。除此之外，美国历史上的加息其实往往伴随着金融危机和无数惨剧那我这里就做一个简单的复盘。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国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从1983年2月份到1984年8月份，美联储加息了287.5个基点美国在这段时间的加息造成了拉美等主权国家的资本外流从而引发经济衰退墨西哥政府宣布无法还清债务爆发国债危机巴西外汇短缺停止偿还外汇利息国家信誉甚至一度丧失，经济也出现了持续几十年来的衰退。第二就是日本经济危机这次的时间是1988年2月份到1989年的5月份在美国和日本等5国签订了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升值，日本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这个时期日本的土地价格总和是美国的4倍。
后来美国开始加息，世界资本从估值较高的日本房地产和股市中流出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裂导致了日本房地产银行业和股市陷入了几十年来的萧条之中。第三次呢，就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次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其实也是美国加息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从1994年1月份到1995年2月份东南亚国家经济放缓股市高呼美国加息275个基点，导致这些国家资本外流与此同时呢，索罗斯等国际财团趁火打劫，做空汇率、股市和房地产，从此大发国难财。第四次加息呢，就是次贷危机从04年到06年，美国加息了400个基点，打压房地产行业，从而导致美国国内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崩盘，并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从这4次危机之中我们可以发现，美联储一旦进入这个加息周期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一些麻烦，小到某个大洲的问题某些国家陷入这个主权债危机，那大的话就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那这些危机之中美国虽然也会受到影响但总体看下来受益的基本上还是美国。我们甚至可以说，不管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还是降息周期，都会对世界各国产生巨大影响。只不过那降息是一个前奏，而加息的危机才是一个收割。2022年是这一轮加息周期的元年3月份基本上确定是这轮加息的这个起点。那这一轮的加息周期会酝酿什么样的危机呢？如果是局部性的危机，那还好说；但如果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难以逃脱美国加息镰刀的收割。